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at Mazda. This product has been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our RE customers. 马自达直接扔出王炸，这波操作可能要彻底颠覆我们对汽车的所有认知。这家车企要把自家大名鼎鼎的转子发动机重新带回来了。This addition gives the driver more confidence and enhances the sense of safety. 但这次直接玩出了新活，直接炸上了热搜，刷爆全网。不少人猜测，这项新技术说不定能正面硬刚电动汽车的崛起，甚至直接改写整个汽车行业的格局。一个老掉牙的思路，咋就突然杀疯了？逆袭这么猛，更离谱的是，为啥偏偏选在电动车快要霸屏的现在？家人们，这期视频一定要码住，咱们一起扒一扒马自达到底在憋什么大招，而且这件事儿比你想的还要有料，更关键。一场无声革命，马自达这波直接把驾驶体验玩明白了，远不止造台新发动机那么简单。他们悄咪咪的直接重新定义了好开该有的样子。这么多年来，转子发动机靠独特个性圈粉，但说实话也有点吵，有点糙，细节确实不到位。但这次是真不一样，马自达直接推翻旧标签，把它改得又现代又精致，甚至安静到离谱。最大的惊喜是那种看不见只能靠体感 get 的安静 buff， 车企直接拉满吸音面板，还升级了震动控制，一坐进座舱直接封神，安静到以为坐进了高端电车，完全没有传统燃油车的糙感，没有没完没了的发动机嘶吼，没有烦人的抖动，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干扰，全程丝滑，主打一个岁月静好。这波马自达直接拿捏给驾驶者实现鱼和熊掌兼得自由，既有电车的顺滑安静，又没有电车的各种糟心麻烦。不用疯狂找充电站，也不用焦虑续航告急，主打一个省心到底。重点是性能一点没缩水，这套系统智能到隐身，工作起来几乎没存在感。电池快没电，转子发动机后台悄悄补能，毫无察觉。电池满电，它又顺滑退场，全程衔接丝滑，大多数人根本感觉不到切换，没有中断，没有突兀噪音，只有一路舒适到底。马自达这次细节拉满，连尺寸和重量都抠到极致。新转子发动机小巧又轻便，就算加上混动系统，车子也不笨重不拖沓，这波真的赢麻了。车身更轻等于平衡更好，加油耗更低，加动力更猛，每一次操作都响应超快，自带鲜活感，开起来巨顺手。踩下油门的瞬间，动力直接拉满，没有延迟，没有犹豫，及时提速，感觉车子瞬间解锁，隐藏爆发力，爽感拉满。因为发动机小，内部摩擦少，动力输出全程丝滑稳定，没有突兀顿挫，加速干净利落，完全不输电车那种行云流水的驾驶感。但马自达没止步于快，直接把驾驶体验卷到新高度。工程师们打造的配置，不管啥场景都好开不费力，主打一个人车合一。悬挂专门调校过，路面颠簸直接被柔化，几乎没感觉，就算走烂路，座舱也能保持安静，舒适度拉满。还有个神仙细节，动力源切换没有传统换挡的顿挫，没有尴尬停顿，全程丝滑，仿佛车子能预判你的操作，懂你所需，整体开起来平衡又好控，毫不费力，每一步都踩在你的舒适点上，谁开谁夸。最绝的来了，马自达这波操作不只是某款车某台发动机的升级，直接在整个汽车圈掀起风浪。只要有车企搞出真正的黑科技，就不可能只局限于自己家，必然会倒逼整个行业反思转型。而现在这场变革已经来了，马自达这套新混动转子系统直接让行业巨头们坐不住了，纷纷灵魂拷问：我们走的路对吗？是不是漏了关键一步？这种转型的苗头在电车市场已经很明显了。这么多年，车企们都在卷大电池、快充电、多充电桩，清一色的同质化操作。但马自达不走寻常路，反向破局，与其死磕充电，不如直接减少充电需求，这思路真的绝了。当一家车企宣称自家车子能跑800到1000公里，还不用费心充电，谁看了不迷糊？瞬间让人反问，咱真的需要天天依赖充电站吗？就没有更省心的办法？在欧洲，这波思路已经火起来了。政府虽然力推电车，但充电设施还没跟上，很多地方还在建设中，短板很明显，所以越来越多人转向混动插混车型，主打一个务实折中。而马自达这套系统直接精准踩中需求点，既有电车的顺滑，又有燃油车的自由和靠谱，完美适配。对很多车主来说，这种平衡才是当下最香的选择。有专家甚至说，要是马自达赶紧推广这项技术，欧洲混动市场可能要变天，美国也开始有变化了。之前电车一直占上风，尤其是巨头垄断的情况下，但现在消费者清醒了，主打一个务实不追虚的创新，要的是便利，是能轻松融入日常的车子，这就是马自达的杀手锏。
方案简单、靠谱又好用，不用车主彻底改变开车习惯，而是主动适配车主，谁能不爱？美国市场本来就看重动力和易用性，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配置，竞争力直接拉满。有行业预测，要是马自达猛推这项技术，未来2年市场份额能暴涨。这种增长不只是数字好看，更说明大家对车子的需求已经悄悄变了。在亚洲，这波影响可能更猛。日本本来就认马自达的口碑，但印度这种市场简直是潜力股。印度的充电设施还在起步阶段，很多人对纯电车望而却步，充电慢、电费高、长途不靠谱。这些都是普通人买车的痛点，谁也不想踩坑。而马自达这套系统直接解决了这些麻烦，开起来像电车，没电了还能靠燃油自充，顾虑瞬间清零。难怪大家都说这才是发展中市场的最优解，有科技感还没有短板。与此同时，各大车企都在暗中观察，谁也不敢忽视这波操作。这可不是小更新，是实打实的行业挑战。有消息说，其他车企已经在跟风研发类似的小型增程系统，足以看出马自达的影响力有多顶。就连投资者也嗅到了机会。这项技术一公布，日本汽车行业直接震动，很多人都觉得马自达找到了一条稳赢的路，未来10年都能站得住脚。还有个越来越火的说法，电车的爆发式增长可能要放缓了，不是电车不行，而是混动车型强势回归。而且这次带的是更牛的黑科技，实力碾压以前的混动。从环保角度来说，这波转变也很有意义。以前大家都觉得混动是过渡选手，不纯粹也不传统，但现在不一样了，效率上去了，排放降下来了，已经成了靠谱的选择。在欧洲、日本这些地方，专家们都觉得混动会成为过渡神器，不用强行一刀切就能慢慢减少污染，既务实又有效。说到底，马自达这波操作早就超出了造发动机的范畴，他们不只是搞出了一套新系统，更是重新打开了行业的讨论大门。电车和混动的争论再也不是非黑即白，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就是当下最关键的变化，汽车圈的游戏规则正在被悄悄改写，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惊喜。一场安静到离谱的驾驶革新，怎么掀起整个行业的大风浪？持续关注，答案马上揭晓，绝对不亏。现在汽车圈的讨论风向正朝着超有意思的方向转变，以前大家争论的核心特别简单，未来汽车会不会彻底变成纯电？但现在这场争论早就不是重点了，大家的关注点已经变深。要是一套智能混动系统能把电车和燃油车的优势全捏在一起，会不会比纯电更实用？这感觉就像当年功能机换智能手机，不只是简单升级，而是整个思维模式的大转变。如今的汽车行业也正站在这样的转折点上，一切都在迭代，但没人能100%确定最终哪条路能走到最后。而这恰恰就是马自达的真正优势所在，他没想着和纯电车正面硬刚，也没在电池大小、充电速度上死磕内卷，反而直接改写了游戏规则。别人都在同一条赛道上卷来卷去，马自达却悄咪咪开辟了一条全新赛道，玩出了不一样的花样。现在很多专家都在说，马自达根本没加入纯电赛道的内卷，而是自己开了一场全新的比赛。要是未来大家跑长途再也不用为找充电站发愁，那这一刻或许会被记住，这就是这个想法真正诞生的起点。仔细看这几年的纯电行业，其实格局特别清晰。特斯拉领跑，比亚迪紧随其后，其他车企都跟着走同一条路，用差不多的策略拼命追赶，大家的思路几乎一模一样，造更大的电池，提升充电速度，扩建充电网络，同时主打清洁能源的噱头，路径简单直接，所有人都在这条路上埋头往前冲。但马自达却用一个简单的疑问打破了这种同质化格局，要是汽车能自己发电呢？要是真能实现，那一开始就没必要过度依赖充电站了。就这一个想法，直接撼动了整个纯电行业的生态。马自达推出的转子混动增程系统，不只是发布了一项新技术，更直接挑战了纯电车的核心逻辑。纯电车该有的工作模式被它彻底改写了。因为现在有一款车能开起来和纯电车一样顺滑安静，但不用频繁充电，能一直跑下去。这直接改变了大家对汽车的认知，自然而然消费者心里就会冒出一个疑问，要是能 get 到和纯电车一样的顺滑安静，还不用忍受充电的麻烦，那花更多钱买纯电车真正的优势到底在哪儿？这个疑问正在慢慢扩散，整个行业都再也没法忽视它。现在市场已经明显分成了两派，一边是依旧死磕纯电的车企，另一边是越来越多关注智能混动的玩家，比如马自达。
很多专家都认为，这种转变可能会放缓纯电车的增长速度，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是这样。原因很简单，纯电车最大的痛点一直是充电的耗时和便捷度，车企砸了几十上百亿想解决这个问题，但马自达却换了个思路，不是改进充电，而是减少充电需求。这一下所有事情都不一样了。有消息称，其他车企也在快速跟进，比亚迪、现代这些品牌据说都在加速研发混动和增程技术。与此同时，连特斯拉也开始面临质疑，尤其是来自投资者的疑问。要是混动系统比纯电更实用，那纯电车型的需求会不会下降？这种不确定性也让当下的市场开始出现波动。而马自达并没有就此停步，已经在规划把这项技术推广到更大的车型上，未来几年还会用到马自达 CX-60、CX-90 这类 SUV 上。它的目标很明确，要在混动领域树立新标杆，打造小巧、强劲又高效的发动机，同时不增加多余的复杂设计。往长远看，马自达也公布了更宏大的规划，到2030年不会只压住某一种技术，而是保持车型阵容的灵活性，既有纯混动，也有插电混动，还有增程式混动。说白了就是马自达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多手准备应对各种可能。这也正是它这套策略最有意思的地方。到这里就能看明白，马自达不只是推出了一款新发动机，更直接改变了整个行业的讨论方向。以前大家比的是哪款纯电车充电最快、续航最长，现在大家开始思考，未来充电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刚需？这个想法既让行业充满期待，也带来了不少紧张感。有人觉得这是突破性进展，也有人觉得这挑战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布局。但有一点很明确，马自达没有只是跟风加入电动革命，而是悄咪咪地重新定义了它。不过问题来了，马自达是怎么实现这场看似不可能的逆袭的？咱们接着往下看，揭晓答案。重点来了，家人们，真正撼动整个汽车圈的是马自达藏着的王牌，那项让它重新回归焦点的转子发动机技术。转子发动机从来都是马自达的专属标签，就算整个行业都往别的方向走，马自达也从没真正放弃过它。但这次的回归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早年的转子发动机确实有不少硬伤，而现在那些曾经的短板都被马自达精心改良，几乎是从头到尾重新设计了一遍。说白了就是马自达没只是炒冷饭卖情怀，而是用当下的新技术升级老理念，把它改得适配现在的需求。这才是这次革新最关键的意义，无关怀旧，只关乎进化。想搞懂它的厉害，得先明白转子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咱们常见的普通发动机都是靠活塞上下运动来产生动力，这也是大多数车子的常规操作。但转子发动机不一样，它不用活塞，靠一个转子在里面做圆周运动就能产生动力。也正因为这个设计，它天生就比普通发动机更小巧、更轻便，运转起来也更丝滑。不过早年的转子发动机短板也很明显，油耗高，容易发热，这也是很多人慢慢放弃它的原因。而马自达这次的神操作就精准拿捏了这些痛点，他们给新转子发动机加了直喷技术，说人话就是燃油能精准送到需要的地方，控制的巨到位。以前做不到这么精准，难免会浪费燃油，现在几乎每一滴油都能被充分利用，不光动力变猛了，油耗也直接降下来。曾经的短板现在反倒成了优势。第二个大升级就是控温技术，也就是大家说的热管理。早年的转子发动机冷却系统跟不上，一跑就容易过热，现在马自达彻底重新设计，加了先进的冷却套，还优化了内部气流，就算高强度运转，温度也能保持稳定。好处也很直观，发动机更耐用，性能更稳定，不容易出故障，完全符合现在车主对靠谱的需求。还有一个关键改进，减少发动机内部摩擦。马自达把发动机内部零件做得更顺滑、更轻便，还用上了类金刚石涂层，减少零件之间的阻力，让运转更顺畅。这样一来，不仅效率更高，驾驶体验也更安静、更丝滑，再也没有早年转子发动机那种刺耳的声音，质感直接拉满，丝毫不输电车的顺滑感。最让人惊艳的还要说它的尺寸，新转子发动机小巧到离谱，比普通发动机省出超多空间。别觉得这是小细节，影响可太大了。正因为它够小，才能轻松和电池、电机搭配，车子也不会显得笨重。设计师也能灵活利用多余空间，要么装更大的电池，要么把座舱做得更宽敞舒适，给车主更多实用 buff。这在现在的汽车设计里绝对是大优势，也难怪很多专家都夸它是机械奇迹，外在小巧，内在却强劲又高效，把智能工程和实用设计完美结合，既新颖又有前瞻性。看到这儿就懂了，马自达做的不只是让转子发动机回归，而是彻底改造它，把曾经差点被淘汰的东西变成了适配当下需求的完美解决方案，这才是这次革新的核心意义。不过话说回来，早年转子发动机为啥会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咱们接着往下看，揭晓答案。
想搞懂这次马自达逆袭为啥这么震撼，得先弄明白一个关键问题：当年转子发动机为啥会突然消失？转子发动机最早叫汪克尔发动机，是以发明者费利克斯·汪克尔的名字命名的，早年可是被看作汽车工程的未来之光。上世纪60、70年代，它简直是突破性存在，眼看就要彻底改变汽车的制造和驾驶方式，潜力拉满。它的设计思路简单却颠覆，和传统活塞发动机比，转子发动机小巧轻便，运动部件还少得多。不用活塞上下折腾，靠一个转子旋转就能产生动力，运转起来丝滑到离谱，还能轻松飙到高速，理论上完美适配所有需求。当时所有车企里没人比马自达更执着于它，其他厂家都只是浅尝辄止，试过就放弃，只有马自达一头扎进去，全力投入，成了唯一一家大规模生产转子发动机汽车的主流车企，靠这项独特技术直接立住了自己的品牌标签。但再香的技术也架不住硬伤拉胯，转子发动机的致命短板根本藏不住，时间一长就暴露无遗。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油耗，和传统发动机比，转子发动机的油耗简直离谱，费油到让人心疼。这其实是它的设计本身决定的，燃烧室的形状还有油气混合物在发动机里的流动方式，都让它的效率大打折扣。想产生和传统发动机一样的动力，就得烧更多油。早年油价便宜的时候，大家还能忍忍，不算致命问题。但转折点来了，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直接改写了游戏规则，油耗突然成了车主最看重的点，费油的转子发动机瞬间失宠，吸引力直接暴跌。第二个致命问题就是排放，转子发动机很难让燃油充分燃烧，会排出更多碳氢化合物之类的污染物。随着大家环保意识觉醒，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更严格的排放法规，转子发动机直接被卡脖子，监管部门难批准，车企也没法自圆其说，继续生产的成本和压力越来越大。但马自达是真的执着，没轻易认输，这些年一直没停过优化改进，还推出了马自达 RX-7 这种经典车型，圈粉无数车迷。后来又出了 RX-8，把转子发动机的传承延续到了新时代，每一代车型都在升级，但核心短板始终没彻底解决，油耗和排放的问题还是没跟上行业发展的节奏。随着行业法规越来越严，大家也更倾向于实用型解决方案，转子发动机的差距越来越大，再也跟不上时代了。到2012年，马自达不得不做了个艰难决定，停产 RX-8，转子发动机也被悄悄搁置。没官宣它死亡，但实际上它的时代已经彻底落幕了。与此同时，整个汽车行业都在往前冲，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成了新主流，兼顾动力和效率，柴油发动机不断升级，混动车型登场，紧接着纯电车快速崛起，行业迭代速度快到离谱，转子发动机彻底被甩在身后，再也跟不上行业节奏，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野。这一搁置就是10多年，没有新进展，没有官宣，它渐渐变成了一代人的回忆，没人再期待它能回归。这就是为啥马自达官宣重启转子发动机时，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不只是惊喜，更是觉得难以置信。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转子发动机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可它竟然又回来了，而且不是盲目回归，是带着明确的目标，强势逆袭。那么问题来了，马自达这场传奇逆袭真正的起点到底在哪里？继续关注，答案马上揭晓。谁能想到马自达的传奇之路一开始和汽车发动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甚至和交通工具沾不上边。它的起点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行业。1920年1月，这家公司在日本广岛成立，最初名叫东洋软木工业株式会社，光看名字就懂了，它最早就是一家软木制造厂。谁也没预料到这家小厂子未来会成为全球汽车界最会创新的存在之一。几年后的1927年，公司改名为东洋工业株式会社，但创业初期的日子并不好过，堪称举步维艰。到20世纪20年代末，公司已经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濒临破产，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好在广岛储蓄银行和当地几位商界大佬出手相助，才把它从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这一步太关键了，要是没有这次拯救，就没有今天我们熟知的马自达。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31年，东洋工业彻底放弃机床业务，正式进军交通工具领域。它的第一款产品是马自达 Go， 一款3轮人力车，这也标志着公司正式踏入交通行业，开启了全新征程。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马自达这个名字开始慢慢成型。有意思的是，它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备选，还有皇神号、天帝号这些选项。而马自达这个名字藏着不简单的含义。据公司所说，它源自古代西亚文明中的阿胡拉马自达。
这位神明象征着和谐、智慧与睿智，同时也致敬了公司创始人松田重次郎的名字，寓意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对汽车文化未来的展望。就连当时的备选名字也藏着深意，黄神代表神明，天地代表天使，能看出早年马自达就很注重信仰和理念的传递。在发展初期，马自达的品牌还和三菱汽车有合作，三菱负责帮他销售车辆，那款三轮车也带着双方的联合标识。靠着这份合作，马自达才慢慢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不过和当时很多日本企业一样，东洋工业也卷入了战时生产。二战期间，他为军方制造武器，包括99式步枪系列。二战结束后，公司重新回归民用生产，慢慢把重心放回交通工具上，一步步重启发展之路。虽然马自达这个名字早就用在车辆上了，但直到1984年，它才正式成为公司的官方标识，彻底奠定品牌基础。1960年，马自达推出了第一款乘用车，1962年又推出了一款小型车型。这些车通过专属经销商网络销售，能看出公司已经下定决心深耕乘用车市场。随着时间推移，马自达不断扩充车型阵容，推出了 Savannah、Familia、Lucy、Cosmo、Capella 等经典车型，不仅在日本本土站稳脚跟，还成功走向国际，慢慢打响全球知名度。但真正让马自达脱颖而出、站稳脚跟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大胆决定，重金投入一项极其小众的技术——转子发动机。受德国 NSU 20车型的启发，马自达和德国 NSU 汽车公司合作，进一步研发汪克尔转子发动机。这步操作风险拉满，但也让马自达拥有了其他日本车企都没有的独特标签。这项合作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是1967年推出的 Cosmo Sport。从那以后，马自达就一直深耕转子技术，不断优化升级，最终成为全球唯一一家长期坚持使用转子发动机的主流车企。要知道，包括 ASU 雪铁龙在内的其他公司最终都放弃了这项设计，就连通用汽车的相关雄心项目也没能量产落地，只有马自达一路坚持了下来。这份执着终于迎来了回报，马自达的汽车开始进军国际市场，无论是活塞发动机车型还是转子发动机车型，都收获了大量关注。尤其是转子发动机车型，凭借强劲的动力和轻便的优势圈粉无数。R100、RX 系列等车型更是助力马自达扩大全球影响力，站稳国际市场。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自达正式进入加拿大、美国等市场，还迅速收获成功，甚至专门为北美消费者推出了转子发动机版皮卡。直到现在，马自达也是全球唯一生产过这种车型的公司。除此之外，它还推出过转子发动机版巴士、旅行车等少见车型，堪称转子技术的全能玩家。对于马自达这波颠覆性操作，你有啥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不仅仅是一款新转子发动机的诞生，更是马自达对未来必须全是纯电这种固有认知的挑战。曾经看似一条道走到黑的纯电路线，如今已经变成一场关于更智能、更实用的大讨论。而未来汽车的竞争依旧充满无限可能。喜欢这段内容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后续还有更多汽车行业大瓜持续为你更新。